妻子被选入新人类计划，他和另外4人将代表全人类乘飞船走出太阳系。从起航到归途，一切都将视频直播。3个月后，信号突然中断，直播画面只剩嘈杂电流。官方通报是陨石击中飞船，导致爆炸，船上5人悉数丧命。可就在当晚，妻子却浑身是血地冲进客厅，对我喊道：“快逃！你是谁？”我头皮发麻，大脑一片空白。自从妻子被选入新人类计划后，作为她的丈夫，我也同样感到骄傲。每天，我几乎24小时都待在直播间。我亲眼看到她离开地球，进入太空，在遥远的彼方化作尘埃。杨安，我知道这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妻子上前抓住我的手，但你要相信我，我真的是陈果。她的手如雪般冰凉。见我不信，她又继续道：“你的生日是6月30号，最爱的食物是火锅。我们俩第一次见面是在地铁上，你不小心弄脏了我的衣服。”陈果一口气说出了一大堆只有我俩才知道的事情。这也终于让我相信，他就是陈果，而不是某个外貌一模一样的陌生人。只是，就算他在意外中侥幸存活，那也应该远在光年之外，怎么可能转瞬间就回到地球？你是怎么回来的？这件事说来话长，已经没时间解释了。陈果一边说着，一边找来纸和笔。现在我说的话，每一字每一句，你都要记住。他在纸上写下一个又一个坐标。当写完最后一个时，他的神情忽然变得极为痛苦。记住，杨安，你一定要按时间顺序，带着我的身体去往这些地方。没等我来得及发问，他的皮肤就由黄转红，再由红转白，最终变得如玻璃般透明。他的血管清晰可见，里面流淌的液体竟是墨绿色。快逃吧，杨安，你是我唯一信任的人，他们一定会来找你的。一定不要被抓住，陈果死了。在说完最后一句话后，他吐出一口鲜血，停止了呼吸。更诡异的是，那墨绿色的鲜血接触到地板后，瞬间就蒸发殆尽，只留下一个被腐蚀的小坑。可矛盾的是，他的身体却极冰，几乎可以将人冻伤。偏在这关头，门外又响起敲门声。你好，请问杨安先生在家吗？我们是宇航局的，有些事想问一下你。我瞬间冒出冷汗。宇航局正是陈果工作的地方，也是他们将陈果送往了太空。陈果临死前说有人会来找我，难不成指的就是宇航局的人？杨安先生，我们知道你在家，麻烦配合一下，开下门，谢谢。屋外的敲门声愈发急促了。杨安先生，请配合我们的工作。这回几乎是在砸门了。来不及多想，我只能先将陈果的尸体藏起来。意外的是，本应沉重的尸体竟如羽毛般轻盈，我只用一只手就能轻而易举地拖动它。等藏好尸体后，我整理干净衣服，打开了房门。走廊里站着4个人，1女3男，都穿着实验室的白大褂。我瞬间提高警惕，那3名男子明显是练家子，连宽松的白大褂都无法遮住他们的肌肉线条。进入房间后，女人和我坐在沙发上，2名男子一前一后盯住我们，还有一个则站在门口。显然他们有备而来，我也不敢去揣测他们腰间的凸起到底是什么。杨安先生，首先我们代表宇航局就陈果牺牲一事向你表示深切慰问。陈果是全人类的英雄，相信我，我们的心情和你一样沉痛。我点头道谢，内心却仍然紧张。他们此行绝对不是为了所谓慰问，否则为何会在深夜前来，又为何要带3名打手？杨安先生，果然，女人话锋一转，问道：“你今天有没有遇见什么奇怪的事情？”奇怪的事情？没有啊。女人皱了皱眉，杨安，我们不喜欢说谎的人。我感觉自己的心已经快跳到嗓子眼了。可是到如今，我也只能装傻充愣。什么说谎？我怎么不明白你们在说什么？女人盯着我看了许久，随后转头对身后的男人使了个眼神。3人瞬间关掉所有门窗，拉上窗帘后，又举着仪器在客厅里转了一圈。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关乎全人类的命运，绝对不可以外泄。女人一字一顿道：“杨安，你想知道陈果死亡的真相吗？”我屏住了呼吸。对我来说，陈果已经死了2次。第一次是在直播里，他在全世界人的注视下死在了外太空。第2次是在我面前吐出一口剧毒般的鲜血后一命呜呼。我比谁都更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新人类计划是一项足以改变整个世界的伟大计划。在此之前，我们曾设想过许多可能发生的后果，如可供生活的新星球以及取之不竭的太空资源。当然，我们也准备好面对那绕不开的可能外星人。对于外星人，不同学者持不同态度，有人悲观，有人乐观，也有人觉得他们根本不存在。计划执行前夕，我们召集了众多学者，利用人工智能进行了风险评估。我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黑暗森林法则并不存在于现实，外星人给人类带来好处的可能性趋近于 99.9%。说到这，女人不再淡然，有些颤抖地点燃了一根烟。抱歉，紧张或者害怕时，我都会抽上一支。事实证明，我们错了。0.1%虽然就像大海中的一枚针，或许几万年来都没人碰见，但不代表它不存在。当你看见它的那一刻，它就从0.1变成了100%。
我们不知道外星人的母星在哪里，也不知道他们的文化和具体科技水平。我们只知道他们的文明程度远高于地球，在与我们的宇航员相遇的一瞬间，就对其进行了毁灭性打击，集合人类最高智慧的所有防御措施，在他们眼中形同虚设。更要命的是，他们还幻化成宇航员的样子来到了地球。没人知晓他们此行的目的，唯一能确定的是，这绝不可能是什么友好交流。现在，杨安先生，你应该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来找你了吧？这一切实在是难以置信。沉默许久后，我答道：但我今天一整天都一个人在家，没有见过任何人。女人和身后的男人交换了个眼色。杨安先生，请允许我们搜查你的家。这并非不信任，而是我们不知道外星人的能力，万一他们能够蛊惑人心呢？很快，我家就被翻了个底朝天。不过，他们却是一无所获，因为陈果的尸体早就被我藏在了地板下的暗格里。女人看向我的眼神中仍有猜疑，但也只能就此作罢。然而，就在她准备离开时，脚下的高跟鞋却踩在了暗格上。她皱了皱眉，然后又继续跺了跺脚。不对，这块地板的声音有问题。打手心领神会，蹲下身准备拉开地板。我一下慌了神，下意识就想上前阻止，却被另一名打手拦了下来。杨安先生，女人阴沉道，事关重大，请你配合调查。可下一秒，她却皱着眉头从暗格里拿出安眠药、绳索炭以及一些少女风格的物件。暗格里满满当当，塞满了这些东西。这是怎么回事？你是陈果的同事，应该知道那场意外吧？我停止了挣扎，黯然道，就算不知道，刚才搜查房间时也应该看见照片了吧？5年前，我们的女儿杨妍妍在一场车祸中丧生，那年她刚上初中，正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年纪之一。从那以后，我和陈果的心情就一直笼罩在阴霾之下。新人类计划伟大且长远，预期完成时间是整整20年，这还是理想情况之下。出发之前，陈果曾告诉过我，他大概率会在太空里度过30年光景，甚至有可能是整个余生。所有被选入计划的宇航员都是单身，唯有陈果曾组建过家庭。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伟大到可以放弃一切私人感情，而是我们压根就不想活了。他为曾经的梦想奉献余生，而我则在目送他进入人类从未踏足过的未知领域后，安静地死去，这便是我们原本的计划。我怕言儿的东西蒙灰，就把它们藏进了暗格。后来我又怕被亲戚朋友发现，就把了结自己的工具也藏了进去。听完我的陈述后，女人终于收起了敌意。很抱歉打扰到你，另外，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可以为你联系心理医生。谢谢，医生就不必了，除非他能起死回生。女人再次道歉，随后带着3名打手离开了屋子。房门关上的那一刻，我腿软得差点站不起来。陈果的尸体其实就在暗格里，只不过被我埋在了最下面。幸亏他们被我的经历打动，没有深挖，否则只要把东西全部拿出来，就能戳穿我的谎言。陈果，这到底都是怎么回事？我盯着暗格，喃喃自语。无人回应，唯有夜风撞击窗户发出的轰隆声。我思索了整整一夜，第2天还是把陈果的尸体装进了行李箱。虽然他现在的状态看上去确实不像人类，太白、太冰、太轻，皮肤下的血管也太过诡异。他就像游戏和电影里的幽灵体，仿佛随时都有可能消失。不过，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虽然离奇，但宇航局的说法也难以令人信服。倘若陈果真的遇到了外星人，他们的科技水平远高于我们，又对地球虎视眈眈，为什么不直接发起进攻，还要绕个弯子，假扮成人类？就算是为了获取情报，也不该来找我这个辞职在家准备自杀的废人。而且，外星人既然如此强大，又是谁给予了他们致命伤？以上种种缘由都让我倾向相信陈果。至于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又为何能在上亿公里间穿梭，我便只能靠自己一步步查清了。我驾车来到陈果给我留下的第一个地址——3星堆。作为知名历史遗迹，这里人满为患。陈果给我的精确坐标在景区内部，我只能拖着行李箱混入人群，打算蒙混过关。后果显而易见，我被安保拦了下来。正当我想以忘记买票为由退出队列另寻他法时，安保大哥却热心地帮我把行李箱放进了机器里。你这箱子咋这么轻？里头没装东西？我害怕的说不出话来，只能机械地点了点头。我仿佛已经听见了刺耳的警铃声，但令我意外的是，行李箱竟顺利通过了安检。我害怕出差错，进入园区后立马钻进了厕所。陈果的尸体仍在行李箱里，完好无损，甚至都没有因为天气炎热而发臭。唯一的区别是它似乎更透明、更轻盈了。我脑海中忽然多出一个大胆的念头。我先是掏出手机对尸体进行拍摄，却发现屏幕里空无一物。看来我能通过安检并非偶然，而是这些机器似乎看不见它。接着，在确认隔壁包厢有人后，我屏住呼吸，通过隔板下的缝隙将陈果的手伸过去，然后快速拉回。就这么来回试了几次，速度卡在对方刚好能看到，却又不容易看清的范围。很快，隔壁传来声音：“不是哥们，你干啥呢？没带纸啊？”我没有回答，
起身离开了厕所。看来陈果的尸体可以被人看到，却无法被机器检测。这一发现虽无法解决重重谜题，但仍令我兴奋。毕竟这样的线索多一分，眼前的迷雾就会少一分。在园区吃过午饭后，下午时分，我拖着行李箱来到祭祀广场，安静等待。陈果给我的坐标后面都附上了一小串数字，起初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才反应过来是时间。305937N 104104E131524082024，意味着我应在2024年8月24日下午15点13分时，带着他的尸体出现在北纬300937，东经104104的位置。现在距离该时间还有1个小时。就在这时，我突然注意到广场上有一小批人神色异常。不仅如此，从他们的穿着来看，似乎还是老熟人。这些人的领口上都有特殊图案，而该图案的归属是一个明教门的特殊组织。该组织成员并不活跃于大众视线中，醉心于宗教历史神秘学的他们，在几年前一直无人问津。直到宇航局宣布新人类计划后，他们才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坚决反对这一计划。门组织及其成员宣称，神明实际上真实存在，而新人类计划会被视作凡人对神明的不敬。如此可笑且迷信的言论，让他们成为公众笑柄，宇航局也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直到一批疯狂的门信徒潜入宇航局总部，销毁了大量的机密文件。从那以后，双方便陷入拉锯战。尽管新人类计划最终成功执行，但安保方面的大量投入，也让宇航局陷入了长期的财政赤字。双方都对彼此恨之入骨。只不过，门组织的所有行动向来都和宇航局有关，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正想着，几名门组织成员忽然扑向一名无辜的路人。他们将路人拉至角落，审查一番后，给了路人一笔钱，放其离去。这一幕虽算不上暴力，却令我心惊肉跳。只因那路人和我一样，都拖着行李箱。我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毫无疑问，门组织的成员是冲着陈果来的。他们的目标全是拖着行李箱或背着大包的游客。除此之外，他们一定还知道些什么。因为离时间越近，他们的神色就越紧张。终于，15时08分，一大批人忽然涌入广场。他们粗暴地挤开游客，占据住广场的正中心。这些人气力惊人，轻而易举便可将人推出几米远。游客们纷纷驻足，好奇地围观起来。在众人注视下，他们面朝青铜雕像排出整齐的队列。15时12分，他们忽然一齐跪下，朝着雕像顶礼膜拜。动作之齐整，让许多游客都误以为是表演，忍不住鼓起掌来。接着，他们站起身来，用右手握住左手大臂。神说：“人类需要运气，我们便有了左手。今日我们于此奉还。”话音刚落，这些人竟同时扯掉了自己的左手。再然后，他们挥舞断肢，用手指戳破自己的咽喉。从起身到颓然倒地，整个过程只用了短短5秒。期间没有犹豫，也没有害怕，与喷涌的鲜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人平静的神色。他们仿佛感觉不到疼痛与恐惧，如饿了吃饭，渴了喝水般，理所应当地走向了死亡。先前还一片祥和的祭祀广场，瞬间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伴随着一声尖叫，早已吓呆的游客们总算是回过神来，纷纷惨呼着逃跑。混乱之际，我却看见那地上的鲜血并没有胡乱流淌，而是逐渐汇聚，形成赤红色的血流。血流逆着阶梯奔涌而上，在广场数米高的青铜雕像前凝成血泊。墨绿色的青铜雕像逐渐变得血红，它活了过来。那渗人的头颅诡异地转动，直到与我四目相对。一道金光从他鼓胀的巨大眼睛中射出，恰好照在我的行李箱上。在那里，有人高喊道。那些门组织成员并没有因眼前的血腥场景慌乱，也没有理会那尊可怖雕像，反而是一窝蜂朝我扑来。见状，我抱起箱子，拔腿就跑。万幸的是，现场一片大乱，我虽被撞得头晕目眩，但门组织也没能成功追上我。冲出人群后，我回到车上，避开拥挤的大路，从小路迅速逃离。直到确认没人跟来后，我才松开油门，长舒一口气。我抬头看了眼时间，数字显示现在是15时41分，从事发到现在才过去不到半个小时，可对我来说却如1个世纪般漫长。过往几十年所仰赖的世界观，如今已是土崩瓦解。我能感觉到眼前的世界正逐渐变得陌生且危险，而我就如同一叶孤舟，无依无靠，随时都有可能被狂暴的乱流吞没。陈果，你走的这几个月里，究竟都经历了些什么？你知不知道你让我带你来的地方都发生了些什么？死了好多人都死了，还有那个雕像，操，他说不定想杀了我。我绝望地把头埋在方向盘上。怎么办？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你倒是说句话呀！自然，我明白，没有人会回应我。砰砰砰，我愣住了，这声音是从副驾驶座传来的。我把装着陈果尸体的行李箱放在了上面。我缓缓转过头，砰砰砰，我没有听错，也没有看错，声音是从行李箱里发出来的。我头皮发麻。此刻，伴随着敲击声，行李箱正有规律地起伏着。
尽管我知道箱子里装着的是与我朝夕相处20年的人，可眼前的一幕还是诡异到令人胆寒。我颤抖着伸出了手，箱子被打开的那一刻，我却不知是该庆幸还是失落。陈果并没有复活，他的尸体还和之前一样，唯一产生变化的仅有他的左手，不再轻盈，不再苍白，也不再流淌墨绿色的血液，他恢复了原状。不，准确地说，他甚至超过了原状，线条流畅，皮肤无瑕，肌肉和脂肪比例恰好，充满力量感的同时，又不失女性独有的柔和与优雅，完美的就像达芬奇笔下的黄金分割。显然，先前箱子里的动静就是这只手发出的，因为此刻他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行动。我不知该如何描述眼前这荒诞的一幕，明明陈果还是一具死尸，可他的左手却单独活了过来，甚至似乎还拥有了自我意识。更要命的是，我竟从他的动作里感受到了一丝神圣，强烈的违和让眼前的一切变得愈发诡异。陈果的左手缓缓抬起，指了指我架在方向盘边的手机。我咽了口唾沫，取下手机递给了他。片刻后，他在手机上打出文字：走。我有些莫名其妙，什么意思？要走哪儿去？他告诉过你了？我想起那一晚，陈果给我的坐标和时间。你是指陈果吗？我忍不住问道。你不应该是他的一部分吗？陈果的左手没有动。我以为他没听清，便继续追问道。所以你到底是什么东西？这一次，他打字道：你靠过来。我俯下身，屏息聆听。正当我好奇没嘴巴的手要怎么发出声音时，他却一把掐住了我的脖子。我死命挣扎，可他的力气却大得出奇，哪怕我四肢并用，也无法挣脱一丝一毫。眼前的世界逐渐变得模糊起来。就在我以为自己死定时，左手松开了我。在我涨红着脸剧烈喘息时，他用手机打字道：你不敬，从现在开始再叫错我的名字，死。明可可名字。喉间的疼痛让我不断咳嗽。可你的名字是什么？这一次左手没有再用手机，他伸出食指，指尖凝出黑色的雾。随后他凌空写道：神。一个长在尸体上来历不明的左手自称是神，这会不会有点亵渎神这个称呼了？我心里虽然犯嘀咕，但还是对他的吩咐乖乖照做，毕竟我可不想被活活掐死。于是3天后，我带着陈果的尸体以及尸体上的左手来到了乐山。如今我已经解读完所有坐标，它们无一例外全是一些与宗教历史信仰有关的名胜古迹。3星堆的下一站便是四川乐山的乐山大佛。当大佛宏伟的身躯出现在眼前时，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我还是被吓了一跳。网上照片带给人的震撼感远不如亲眼所见的1/10，只有当你站在佛像脚趾边，仰望着遮天蔽日的庞然大物时，才能意识到它的神圣以及自己的渺小。哪怕我向来对宗教嗤之以鼻，也愿意相信这尊佛是有力量的。难以想象生产力低下的古人是如何造出这等奇迹的，或许是有天神相助吧。和3星堆一样，这里依然是人山人海，没有选择船游的我，只能背着包跟着人群缓慢移动。之所以没有再用行李箱，是因为神左手嫌箱子太闷，他亲自动手将陈果的尸体折叠，然后命我把尸体装进书包里。他不肯彻底合上拉链，而是留了个空，方便自己伸出来透气。起初我怎么都不愿答应，一个人背着书包，书包上伸出一只手，这不摆明了告诉路人我是杀人犯吗？但意外的是，当我硬着头皮上街时，成千上万的游客竟无一人看见了他。这自称为神的左手，似乎只有我一个人能看见。很快，时间到了，下午14点15分，一群人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翻过栏杆，闯过封锁，跳到佛像肩膀上后，又爬到了头顶上。他们冒险的行为引得游客们尖叫连连。警卫们反应迅速，立刻就要上去抓人，却已经迟了。站在佛像头顶的10数人用左手抓住了右手大臂。神说：人类需要力量，我们便有了右手。今日我们于此奉还。虽然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可当我看到他们扯下右手时，还是觉得心惊肉跳。这回他们没有自刎，而是从高达70米的佛像头顶一跃而下。大佛巨大的脚背上绽放出一朵又一朵鲜血之花。现场再次乱作一团，在游客们惊慌失措的惨叫声中，我看到佛头动了。佛头恰巧遮住太阳，将我笼罩在阴影之下。那双古井无波的眼睛射出金光，照耀在我身后的背包上。一瞬间，我感到身后的重量增加了，有什么东西挣扎着伸了出来。我回头才发现那是一只右手。此刻2只手正诡异地纠缠在一起，呈螺旋状拧成一条直线。直线末端10根手指夸张地扭曲炸开，构成绽放的花朵。随后花朵枯萎，2只手旋转着分开，恢复了原状。这时那新生的右手才不紧不慢地伸出食指，凌空写道：无名为佛。2次诡异的遭遇颠覆世界观的同时，也让我心里有了大致推测。第一次是左手，第2次是右手，这些血腥的仪式似乎正在给予陈果新的躯体。只是我不太能确定，最后复活出来的还是不是原来的他。
好在第3个地点远在北方，时间上也有长达半个月的间隔，这让我有足够的空闲去思考眼下的处境。驾车前往北方的途中，我一直在观察左手和右手，他们给我的感觉实在不怎么友好。无论何时，他们对我的态度都高高在上，除了命令还是命令。更让我纳闷的是，明明陈果的双腿躯干头颅都可以被其他人看到，偏偏只有我一个人可以看见。这让我时常觉得自己是在做梦。尤其是离开乐山以后，我莫名的出现了幻听。无论我正在做什么，只要稍微一走神，耳边就会响起低语声。低语内容晦涩难懂，但又似乎自成体系，不像是胡言乱语。有一回，我心血来潮，偷偷背下了低语的内容。随后，我打开翻译软件，将内容录了进去。我记忆力向来不错，我敢保证，我复述的每一个音节都准确无误。可意外的是，我一连试了7、8个翻译软件，他们给出的答案都是无。人类世界竟不存在这门语言，这让我十分纳闷。毕竟我曾不止一次在低语声中听到重复的发音以及结构相似的长句。这些离奇的经历让我对自己将要做的事产生怀疑。只是这毕竟是陈果死前遗愿，再加上对于左右手的忌惮，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做下去。离开四川的那个夜晚，在高速服务区休息的我做了个噩梦。梦里，我走进了一座雄伟的教堂，从外面看，它几乎有小山般大小。教堂里，礼拜已经开始，人们分坐两侧，在合唱团的引领下高唱赞美诗歌。接着是牧师立于堂前读经正道。等新约旧约都讲完了，牧师以神之名祝福众人，全场齐诵主祷文。再然后是祝福我主耶稣，共念阿门诵领圣餐。最后当仪式完成时，已是傍晚，牧师站在耶稣像前，低着头亲吻手中的十字架挂坠。夕阳透过穹顶天窗，照在虔诚的牧师身上，显得神圣无比。只可惜我不是基督教徒，否则一定会被眼前的一幕感动到痛哭流涕。就在我这个局外人转身准备离开时，却发现先前离开的信徒们全都回来了。不过他们并不是自己走回来的，而是被一条条丝线牵扯着到飞回来。不仅如此，教堂里的光线也突然变暗，像是有什么东西突然出现，遮住了阳光。莫名的恐惧自胸间蔓延，在心脏狂乱的跳动声中，我缓缓转过了头。牧师正隐匿在阴影之下，在他头顶，一只蜘蛛盘踞在蛛网上，他巨大的身躯竟填满了大半个教堂。蜘蛛的腹部和腿上密密麻麻长满了血红色的眼睛，那些牵引众人的丝线便是自眼睛里射出。我被吓得跌倒在地。怪怪，我颤抖地叫道，怪物有怪物，怪物在哪里呢？阴影下的牧师忽然开口，我怎么没有看到？就在我的头顶。此时牧师手中的十字架已经变成了白色的虫茧，他就像对待婴儿一般宠溺地爱抚着他。原来你也能看到了呀。我当然能看到，这怪物就这么突然出现。我一边说着，一边挣扎着向后退去，可无奈脚上总是使不出力，折腾半天也只是原地踏步。不，你错了。牧师打断了我的话。第一，它不是怪物，它是你们口中的信仰。第二，在你们进入教堂时，在你们唱赞歌背经文领圣餐时，甚至在你们每天醒来又每天睡去时，它一直都在这里呀。它既一直存在，又谈何突然出现？你们虽然看不见它，可它却一直注视着你们啊，过去如此，未来亦如此。牧师说完这句话后，那蜘蛛身上又睁开了一只眼睛，一束丝线朝我射来，抓住了我的衣领。我被盯上了。当我从噩梦中惊醒时，发现左手正拽着我的衣领不断摇晃，而右手则在手机上输入追兵快走。我瞬间睡意全无，透过车窗，我看见服务区里突然驶入好几辆皮卡，停在了我的周围。靠我最近的皮卡上下来了3名男人，鬼鬼祟祟地向我走来。见状，我当机立断点燃发动机，并打开远光，刺眼的光芒照亮了他们的身形。在他们的衣服上，我看到了熟悉的图案，是门组织的成员。说实话，我对他们的恐惧远胜于宇航局，因为我知道宇航局找我是和陈果有关，可关于门组织，我却是一无所知。于是，趁着3名男人被强光闪到眼睛，我挂上倒档，踩死油门。身后侧停的那辆皮卡还没反应过来，便被我撞歪。我抓住空隙，倒车突出了包围。这回他们不再伪装，纷纷点燃引擎，追着我上了高速。此后一连3天都是无休止的拉锯战。每次他们快要追上我时，左手右手都会想出路线和方案，帮助我甩掉追兵。可每当我以为已经安全时，他们又会突然出现，杀到我的面前。如此折腾3天，我的精神和体力全都到了极限。最后还是左右手意识到了什么，让我把他们抱到车前。他们再一次拧成一条螺旋直线，随后双手交叠放在引擎盖上。片刻后，他们在手机上给出了答案：你的车被跟踪了。我恍然大悟，怪不得他们就像狗皮膏药一样甩不开，原来是给我的车装了定位。你们可以帮我找出来吗？这种 GPS 定位取出来就好了。意外的是，向来充满逼格的左手和右手，此时竟犯了难。手段特殊，迟疑片刻后，他们在手机上打道：无能为力。
这个回答让我感到惊讶的同时，也促使我想出了暗度陈仓的办法。于是，在又一次甩掉追兵后，我驾车来到一处人迹罕至的树林。我下车走进树林，寻了株枝繁叶茂的大树，做好标记以后，背着装有陈果尸体的背包爬了上去。我当然知道埋进土里更安全，也更省事，但左右手非说什么神佛不入土，扬言我要是再敢提这种建议，就亲手掐死我。将陈果和尸体都藏到树上后，我独自一人驾车离开。根据前几次的经验，大约再过1到2个小时，门组织成员就会追上我。这段时间足够我去到附近小城，停好车后吃碗面，再慢悠悠骑个车回到树林。而等他们在拥挤的停车场找到我的车时，会发现我早已经金蝉脱壳了。想到这里，我不由得为自己的聪明沾沾自喜，又让老板加了2碟臊子1碗面。酒足饭饱后，我满足地打了个嗝，一边擦嘴，一边走出了面馆。午后的太阳十分毒辣，炽热的圆盘悬挂头顶，明晃晃的让人睁不开眼睛。然而，就是在这样的闷热中，我却感到一丝寒气。没等我反应过来，2名壮汉就从拐角处冲了出来，一左一右将我架住。配合一下，别乱动。男人的声音冰冷的不含任何感情。而当他说出这句话时，我清楚地感受到有什么东西抵住了我的后腰。我无法拒绝，只能遵从他们的命令，走向未知。15分钟后，我被押进一个偏僻的巷子里，里面停着一辆商务奔驰。车门打开，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面前。白大褂，高跟鞋，正是那晚来我家的女人。好久不见，女人微笑着对我说道：“杨安先生。”她的笑明明又知性又温柔，可却让我觉得不寒而栗。有些话你好像忘记了。我们宇航局最讨厌说谎的人。自然，我被带走了，但目的地不是宇航局总部，而是在其不远处的秘密基地。听女人说，基地因新人类计划而建造，里面的所有人员和设备都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完成这一空前绝后的伟大任务。它的保密等级是最高的 SSS 级，就连许多宇航局元老和高层都没来过这里。你可能不清楚 SSS 是什么概念，在此之前，哪怕是涉及国家机密的项目，最高也只有 S 级。听完这些，我心如死灰，害怕的连话都说不出来。把如此重要的秘密告诉我一个外人，不是摆明了要杀人灭口吗？一路上，我都捂着耳朵，紧闭双眼，生怕看到什么不该看到的东西。但意外的是，等待我的竟不是严刑拷打。相反，我被带进会客厅，坐上舒适的沙发，甚至还有服务生为我沏上热茶。我实在太过口渴，顾不得害怕，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浓郁的茶香顺着上颚入侵鼻腔，最后钻入大脑，让我紧绷的神经放松了不少。而当我放下茶杯时，才发现对面已经坐了一位穿西装的少年。少年大约18、19岁，身段修长，五官俊美。但违和的是，他的神色和动作却透露出一股饱经世事的沧桑感。杨安先生，一路辛苦了。他的声音也有些沙哑。小赵他没难为你吧？小赵，龙先生说的小赵，身后的女人笑着道：“是我。”啊！我有些难以置信。这2人外表上明明一个成熟之性，一个稚嫩青涩，怎么辈分还反过来了？怎么了，杨安先生？太累了，身体不舒服吗？没有，我尴尬地笑了笑，我只是没想到你会叫他小赵。杨安先生说笑了，我82年，他90年，我不应该叫他小赵吗？这么说的话，倒是等等，你82年，今年42了，怎么，有什么问题吗？龙先生笑着道，那笑容像极了人畜无害的男高中生。你如果还不信，我可以给你看我的身份证。不用了。我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连忙道，主要还是你看起来太年轻了，就算你说自己还没成年，我都相信。很多人都这么说，尤其是小赵，天天在我耳边念叨，说羡慕我。龙先生喝了一口茶，但其实保持年轻并不难，他们只是没掌握到秘诀而已。胡说！小赵努了努嘴，我看那秘诀只对你一个人有用。这秘诀，2人的斗嘴也引起了我的兴趣，能不能也告诉我？阿龙所说的秘诀，无非就是2个字。正当我等待着龙先生的回复时，身后却响起一道苍老的声音。先前还仰坐着的龙先生立刻起身，和小赵一起朝门口鞠躬道：“李老，您来了。”我顺着他们的视线望去，会客厅门口，一个拄着拐杖的矮胖老头正颤巍着向我们走来。随后，他坐上主位，双手交叠放在拐杖上。亿万年前，人类的祖先龟缩在洞穴里，对于外界一无所知。万年前，古人们又于1亩3分地走不出方圆，还以为地球是平的。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看不见天上的世界，编造出雷公电母玉帝嫦娥。而现在，我们的宇航器能飞向太空，望远镜更是能看到光年之外。我们人类之所以能走出洞穴，望见满天繁星，靠的也无非就是2个字。李老用拐杖敲了敲地。好奇。因为好奇，人类成了世界主宰；因为好奇，阿龙青春仍在，我一个100余岁的老头子还能走能动。也是因为好奇，我们推动了新人类计划。虽然结果并不美好，但却让人类步入新的领域，一个不再孤单、不止人类存在的浩瀚宇宙。求知是人类最大的美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痛恨谎言，因为它是横亘在人类与真相之间唯一的敌人。所以，杨安，我希望你听懂了我的话，也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问你。李老抬头看向我，他那因岁月而浑浊的双眼，此时却迸射出锐利的光芒。在那场意外之后，你到底都做了些什么？我沉默片刻后，我硬着头皮道：“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杨安，装傻充愣，对你来说没有好处。小赵一边说着，一边打开平板，放到我的面前。上面2则新闻分别报道了三星堆和乐山大佛的事故。接着，小赵又滑动屏幕，调出好几张现场照片。我们很早就收到消息，说门组织成员在策划犯罪事件，但苦于没有证据，无法报警，只能自己抽出人手调查。我们本来只是想掌握门组织犯罪的证据，顺利的话，说不定还能阻止他们。可你猜猜，我们的人在现场发现了谁？小赵选出2张照片，将它们放大。照片里，路人皆四散而逃，只有我跟个傻逼似的站在原地发呆。杨安，2次事故你都在场，这下抵赖不了了吧？你如果真的什么的都不知道，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又怎么和普通人的反应都不一样呢？小赵的话击溃了我最后一丝侥幸心理，让我彻底败下阵来。我明白自己已经被僵死了，于是我颤抖着喝了口茶，清了清因紧张而发涩的嗓子。我看到了陈果，就在你们官方通报他死亡的那个晚上，我亲眼看到他回家了。我将这段时间的经历和盘托出，当然，在最关键的几件事上，我还是做出了隐瞒，比如陈果尸体古怪的状态，再比如左右2手诡异的存在。我只告诉他们，陈果回了家又死了，死前嘱咐我带着他的尸体去不同的地方。幸运的是，对于我的陈述，3人都没有起疑。那么，杨安，还请你告诉我们，你把尸体藏到了哪里？面对李老的新问题，我并没有急着回答。先前的陈述给了我足够的缓冲时间，让我从恐慌和紧张中摆脱出来。很抱歉，李老，在我弄清楚陈果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时，我不能告诉你们我把他藏在哪里。杨安，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小赵皱了皱眉，陈果他们遇见了外星人，不幸牺牲。你后来看到的陈果，大概率也是外星人变的。事情的来龙去脉，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我不这样觉得，尤其是关于外星人这个点。李老皱了皱眉，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李老，你说过求知是人类最大的美德，为了稳住气场，我强迫自己镇静道，对于一件事，若不能保证100%的真实，那就永远也不该相信它，不是吗？李老愣了下，随后突然大笑起来。你小子原来是信不过我们啊！既然如此，阿龙，带他去楼下吧。李老吩咐过后，龙先生和小赵便领着我走出会客厅，进入电梯。大约过了10几秒，电梯在负2楼停下，门开后，一道干净明亮的走廊出现在眼前。走廊极长，两边也布满各式各样的房间。我们3人走了好一会儿，才在一扇门前停下。那门看上去再普通不过，可想打开它却极为繁琐，指纹眼球、面容密码，各种验证层出不穷。而当龙先生终于将门打开时，一股凛冽寒气便扑面而来。妈的，怎么这么冷？这是我打着哆嗦，刚想吐槽是不是进了冷藏室，就发现四周墙壁以及天花板上压根就没有封口。不大的房间里摆放了4张床，床上则分别躺了4具尸体。这彻骨的冷气便是从4具尸体上散发出来的。你要有心理准备。龙先生拍了拍我的肩膀，随后走上前，掀开了盖在尸体上的布。我最害怕的一幕还是发生了。4具尸体无一例外都是新人类计划中另外4名宇航员。更要命的是，他们竟都变得和陈果一样，白到透明，冰到冻人，血管里凝固着墨绿色的诡异血液。只唯一不同的是，陈果因中毒吐血身亡，但他们身上都有着明显的致命伤。我鼓起勇气走上前，伸出了手。刺骨的严寒中，我绝望地发现，他们还和陈果一样轻盈，仅用1只手就能搬动。这他妈到底是怎么回事？杨安，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陈果小姐看见我的反应后，小赵笑着道：“应该也和他们一样吧？”我被他的笑激怒，回头恶狠狠地盯着他：“你什么意思？你屡次3番的撒谎，没惩罚已经是我们仁至义尽。”小赵冷哼一声：“你还有脸问我什么意思？”行了，小赵，杨安先生只是遗漏了一些细节，算不上撒谎。剑拔弩张之际，龙先生出来打了圆场。至于事情的原委，杨安先生，还请你耐心听我解释。我点了点头。目前为止，我对这姓龙的印象还不错。我不知道这么说你能不能理解，但意外发生的那天晚上，回到地球的不止陈果一人。就在我们怀着沉痛心情发布通报后的几个小时内，基地里就突然出现了2个可疑的身影。起初我们并没有在意，毕竟像宇航局这样的庞然大物，时常都会有老鼠光顾。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这2人居然突破重重障碍，成功偷走了宇航局的机密信息。杨安先生，你可能不知道，经过几年前的一场意外，宇航局在警卫方面的财政支出已经成了一笔天文数字。别说普通老鼠，就算是国际间谍这种无孔不入的苍蝇，也绝没有飞进来的可能。那晚，全宇航局的人倾巢出动，终于是在2人逃走前成功截获。然而，面对老鼠的落网，大家脸上不但没有喜悦，反而是更加凝重。
只因这2人都是我们亲眼看见死在外星人手上的宇航员。李老当机立断，第一时间封锁消息，并将2人带回基地审问。而几乎是同一时间，我们接到了军方的电话。电话里说，有2名可疑人员试图潜入禁区，被执岗士兵发现，警告无果后当场击毙。这2人的身份不用我说，您应该也能猜到。军方打电话过来，一是通知，二是讨要说法。他们不明白，本该死去的2人为何会出现在军事重地，其尸体状态又为何如此诡异。幸好李老在进入宇航局前，曾在军方担任要职，其门下学生如今也都身居高位。出于对他的信任和尊重，军方交还了尸体，只要求我们在调查清楚后，给他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可惜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我们和军方沟通时，那2名还活着的宇航员竟突然暴起，抢走警卫武器后开枪自杀。事情陷入僵局，直到有人想起来新人类计划还有1名宇航员，所以你们就想到来找我。听到这里，我总算了解了事情全貌，只是心中还有疑惑，但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就认定这一切和外星人有关呢？龙先生伸出了3根手指。第一，为了防止突发事件引起大规模恐慌，面向全世界观众的新人类计划直播流有长达5分钟的延迟。在遭遇外星文明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切断了直播源，所以你们是看不见事发真相的。可我们却能看到那艘外貌奇特的外星飞船是如何毫不留情地摧毁我们的宇航器。第二，虽然我没见到过陈果的尸体，但我想他一定和他们一样轻盈、冰冷又透明吧。杨安先生，你我都心知肚明，这样的东西地球上是不存在的。第3点，它同时也是让我们下定决心要找到你的原因，那就是发生在三星堆和乐山大佛的2场集体自杀事件。先前李老已经说过，我们会出现在现场，本就是奔着门组织而去，发现你的踪迹完全是意外之喜。不过杨安先生，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抓住他们不放吗？当然，我答道，宇航局这些年来和门组织的恩怨已经不是秘密了。你毕竟是陈果的丈夫，会比普通人更了解我们。龙先生点了点头。那么，你知道门组织为什么要和宇航局作对吗？我听陈果说过，好像是他们觉得新人类计划是对神明的不敬。没错，这所谓的门组织其实就是一群疯子，神佛道先圣，没有一个不敬，没有一个不拜，连毫无依据的迷信故事，他们也都当圣经一样供着。龙先生罕见的失去风度，爆了粗口，妈的，光是提起他们，我就觉得晦气。我也不喜欢门组织，只是他们和外星人又有什么关系？你觉得一个可以在几小时内就走完上1公里路程，一个轻而易举就能摧毁我们最高阶机器，一个领先人类科技数十年甚至上百上千年的外星文明，在这群无知之徒的眼中会像什么？龙先生的话令我茅塞顿开，忍不住脱口而出道：神。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死在太空中的5人突然回到地球，又极有默契地分成3组，奔向3个不同目标，一个是人类的太空科技，一个是人类的军事科技。至于第3个，虽然我不知道门组织那帮疯子到底想做什么，但基于前2者来看，也一定与入侵地球有关。我想起了在2场可怕仪式后突然出现的左手和右手。我不是傻子，自然早就清楚他们不属于陈果，甚至不属于地球，只是心里总有一丝侥幸，觉得只要听话完成全部仪式，陈果就会重新回到这个世界。殊不知自己的侥幸和自私，差点就为人类带来灭顶之灾。显然，那帮外星人有足够的自信，不需要亲临地球，光靠这5枚棋子就能够完全奴役或消灭人类。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超乎常理的手段，模样怪异的尸体，一切都在摧毁我们既有的世界观。龙先生用那双充满真诚的眼睛看着我。可是，杨安先生，科学本就不是真理，在浩瀚的宇宙面前，人类所掌握的知识不过是沧海一粟。所以，请你一定相信我们，不管你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都是假的，都是骗局。新人类计划的5名宇航员是我们的挚友，更是基地花了无数时间和精力培养出来的英雄。失去他们，我们和你一样感到悲痛。但是杨安先生，逝者已逝，不可控的思念无法挽回生命，只会缔造下一场悲剧。尽管我理解你，但我还是要告诉你，陈果已经成了远方的星星，请不要执迷不悟，一错再错。当龙先生说完最后一个字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蹲在地上掩面痛哭起来。龙先生体贴，看见我崩溃后，并没有接着审问，而是命小赵安排房间，让我先去休息。人死不能复生，请节哀顺变。杨安先生，你先好好睡上一觉，剩下的明天再谈也不迟。话虽如此，我却根本无法入睡。失去女儿后，我活下去的唯一动力，就是看见陈果走出太阳系，完成他的梦想。可上天不公，竟又一次从我身边夺走我心爱之人。更残忍的是，见我陷入绝望，他又赐下希望，并在我信以为真时，毫不留情地将其摧毁。凭什么？漆黑的房间里，我无力地哭喊：凭什么这么对我？凭你，好骗！突然，房间里响起了第2个人的声音，我被吓了一跳，循声望去，却发现不知何时，房门已经被打开了。一名戴着面具的男子站在我面前，手中乌黑的枪口正直端端地对着我。你是谁？如果是来杀我的，就快点动手吧，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带来的不是死亡，而是真相。面具男笑着说道，不知为何，我总觉得他的声音有些耳熟，只可惜由于面具的遮挡，他的声音有些发闷变形，让我无法确切分辨。还有，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如果你现在就死，一定会后悔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想知道的话，跟我来就行了。面具男说完这句话后，便转身走出了房间。犹豫片刻后，我还是选择跟了上去。毕竟对于一个已经决定去死的人来说，危险和未知还有什么好怕的？夜晚的基地一片静谧，但安保仍然严密，脚步声始终在耳边盘桓，时不时便会有刺眼的灯光照亮眼前的空间。不过，面具男对这一切却极为熟悉，总能抓到几乎不存在的间隙，带着我躲过了数道巡逻。不仅如此，他对于监控死角更是了如指掌，甚至需要高级权限才能打开的密码门，也没能阻止他的步伐。这一切都让我确定，他应该是宇航局的人，而且身居高位。我们一路藏藏躲躲，终于是在1个小时后抵达了目的地。毫无疑问，我们要去的地方机密度极高，我已经数不清，一路上我们躲过了多少次巡逻，又通过了多少道关卡。就连今天白天时，我曾感叹繁琐无比的密码门都出现过至少3次。当最后一道门被打开时，我明白自己即将踏入整个宇航局的禁区。尽管做足了心理准备，可眼前的场景仍令我感到惊讶。我本以为面具男带我去的地方会和外星人有关，无法理解的外星科技，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扭曲器官，甚至是私通敌人，从而被关押起来的人类叛徒。以上种种都没有出现。相反，矗立在我眼前的是一座巨大的火箭，火箭四周则挂满了用来拍电影的特效幕布。火箭身上醒目的新人类计划5个大字，彰显着他的身份。如果我的记忆没出错的话，陈果他们正是乘坐它离开了地球，驶入太空。航天知识这块，我也就平常听陈果说说，所以我不太懂。我转头看向面具男，一个使用过的火箭，看上去还能这么完好如初吗？面具男笑了笑，答非所问道：“嘿嘿，眼见可不一定为实。”我听出了他言下之意，于是走上前，伸手仔细探查起来。结果令我整个人都站立不止。整个火箭居然是用塑料和卡纸做的，就算我再怎么不专业，也明白别说发射了，就是一把火都能把这所谓的火箭点燃。再加上周围的绿幕，一个可怕的猜想在我心中悄然萌芽。现在不用我说，你也该明白我想告诉你的秘密是什么了吧？一旁的面具男还在火上浇油，这不能说明什么。这话我说给面具男，同时也是说给自己，万一他只是用来参考的模型呢？如果只是一个模型，需要对他进行如此严苛的保密吗？见我紧闭双唇不说话，面具男倒也不恼，而是领着我继续向前走去。你呀，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很快，我们绕过火箭，来到第2扇门前。门开后，一条通道出现在我们眼前，而通道的尽头又是一道相同的大门。如此往复，面具男一连解开了3重防护，我们才终于进入到下一个房间。这回我许久都没能说出话来，胃部的痉挛更是强烈到让我险些呕吐。此刻我身处的地方竟然是新人类计划的飞船内部。过去3个月里，我每天都通过直播看着陈果在这里工作生活。新人类计划每天只会直播14个小时，剩下的10个小时则不予转播。官方对此做出的解释是，24小时直播是反人性的，宇航员们需要空间以及隐私。这话听起来再合理不过，所以也最适合用来当借口。在不予转播的10个小时里，5位宇航员将离开直播间睡觉休息，为下一场演出做好准备。上世纪60年代，英国策划了一起长达11年的登月骗局，而如今宇航局如法炮制，为全人类编织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太空美梦。这就是新人类计划的真正面目，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我再也说不出话来，扑通一声跌坐在地。这回我再也无法欺骗自己，反驳面具男。只因面前的操作台上还放着陈果出发前我送给他的项链，直播里他也一直戴着这枚项链。显然，面具男的话是真的。小赵龙先生李老，这些把求知挂在嘴边的人，却也是这个世界上最虚伪的人。他们骗了我，宇航局骗了我，还有我最爱的人陈果，他竟然也骗了我。我不明白。许久后，我终于缓过神来，问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意义是什么？面具男默不作声，忽然间，他举起了手枪。现在你必须按我说的做，否则你不仅得不到答案，还会被我杀死。我不明白面具男为何态度骤变，但却只能乖乖听话。在要挟之下，我走向房间最深处，这里是直播画面的死角。我的眼前出现了2道门，一道锈迹斑斑，还有一道则和先前一样，需要繁琐的密码验证。尽管我很好奇第1扇门后面有什么，又为什么会生锈，但还没来得及发问，面具男就打开第2扇门，粗暴地将我推了进去。此后便是望不见头的阴暗通道，密闭空间让我丢失了时间概念。总之，当我走到双脚发软时，1扇门出现在了眼前。和先前的高科技不同，这道门朴素的只需要钥匙就能打开。
门开的那一瞬间，刺眼阳光倾泻而下，令我睁不开眼。原来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走了一整个晚上。而更令我惊讶的是，门外居然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临时停车场。我们也从基地来到了县城里。面具男掏出钥匙，带着我上一辆老旧的奥迪 A6。而就在我刚坐上副驾，准备系安全带时，他竟毫无征兆地扣动了扳机。我下意识抱头躲避，但预想中的疼痛和死亡并没有降临。相反，我听到了面具男爽朗的笑声。我不可置信地抬起头，却看见那黑洞洞的枪口里有火焰喷出。他居然靠着一把打火机吓唬了我足足一个晚上。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杨安先生，你就是太好骗了。而当面具男笑着取下面具时，我整个人都愣住了。这个在我面前无情揭露宇航局骗局的人，竟然就是整个骗局的缔造者之一，龙先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感觉自己像小白鼠一样被人捉弄，恼羞成怒道：“你他妈到底什么意思？”杨安先生，你先不要激动，有什么问题一个一个问。龙先生又恢复了之前彬彬有礼的样子。你放心，我一定知无不言。于是我努力深呼吸，平复情绪后问道：“新人类计划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要骗人？”这个问题很简单，杨安先生，你听说过费米悖论吗？我摇了摇头。1950年，科学家费米在和其同事谈话时提出了2个矛盾的论点。第一，他认为从理论上来分析，银河系中应当存在大量的外星文明。第二，迄今为止，人类从未发现过任何有关外星文明存在的证据和迹象。为了让矛盾合理，学者们想出了大量假说，其中有一个相当有趣，那就是囚笼假说。该假说认为，银河系中确实存在多种文明，它们和人类一样，拥有类似于太阳系的适宜生存的稳定恒星行星系统。这些系统给予了生命土壤，但同时也将土壤中的生命牢牢困住。外星文明和人类文明一样，永生永世都无法离开自己的太阳系，这便是人类迄今为止都未能发现外星人的原因。因为我们就像无数个孤独的囚犯，被囚禁于不同的监牢之中。这个假设见龙先生说到这忽然停顿，我试探着问道：“不会是真的吧？”遗憾的是，龙先生严肃地点了点头。事实上，就像三体小说里被质子锁死科技的人类，我们的基础学科已经很久没有发展了。而早在10年前，科学家们就发现，可控核聚变只能在理论上完成，依靠地球上现有的条件，永远都无法在现实中实现。换句话说，我们已经遇到了无法突破的瓶颈，从现在起直到地球毁灭，人类都无法走出太阳系。尽管我不是宇航局的人，但还是为龙先生的话感到伤感与失落，毕竟遨游星空是人类自古以来的夙愿。但我还是不明白，这和你们骗人有什么关系？灾难诞生于绝望而终止于希望，如果让各国领导人知道人类这辈子都离不开地球，你觉得会发生什么？我恍然大悟，人们会因为地球有限的资源而争得头破血流，也会因注定的灭亡而放弃可持续发展。届时，我们的家园便会硝烟弥漫，满目疮痍。虽然我一直都很讨厌骗人，但不得不说，新人类计划至少延缓了人类的自相残杀。沉重的真相让我一时语塞，但很快我又发现了矛盾。等等，如果这一切都是骗局，陈果他们并没有离开地球，那他们怎么会死？又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答案，但它也正是宇航局寻找你的原因。龙先生重新讲述了那场意外。直播画面中断那天，陈果他们没有离开地球，自然也碰不到外星人，但却发生了比遭遇外星文明更吊诡的事。5个人突然毫无征兆地自相残杀。等人们切断直播，冲入房间时，只看到4具模样诡异的尸体，而唯一在厮杀中幸存下来的陈果也早已不见踪影。从那时起，我们就意识到事情的发展已然超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后来，门组织策划的2起骇人自杀事件也更加坚定了我们的看法。虽然我也不知道门组织那帮疯子想干什么，但我明白，只要和他们扯上关系，就绝不会是什么好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顾一切也要找到你。龙先生用手枪打火机点燃2根烟，递了1根给我。怎么样？该说的我都说了，还算满意吧？我接过烟，一边抽着，一边仔细思索他先前的回答。许久后，我将烟屁股塞入车上的烟灰缸，摇头道：“还是不对。”龙先生也熄灭了烟，示意我继续说下去。2个问题：第一，你们为什么会知道陈果尸体的状态不对劲？谁说我们知道了？龙先生笑着道：“4具尸体都是那鬼模样，剩下一个怕是不难猜吧？而且杨安先生，你太好骗了，从你走进房间的那一刻起，你的表情就已经告诉了我们一切。”我点了点头，他说的没错，我本就不是什么喜怒不形于色的高人。第2个问题，刚才我们面前明明有2扇门，你为什么那么着急让我走？是想隐瞒什么吗？什么2扇门？你在说什么？我怎么没听懂？龙先生眉头紧皱，不像是装的。就是我们离开房间时的门，一扇通向这里，还有一扇长满铁锈，和周遭格格不入。听完我的话，龙先生突然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这也没发烧啊，怎么开始说起胡话了？哪里有什么长满铁锈的门？我带你离开的时候，就只有面前一扇门，好不好？龙先生的话让我想起了那怪异的左手和右手。
难不成真那扇门和他们一样，也只有我才能看见？行吧，事情原委我现在都清楚了。思索片刻后，我决定暂且不管这个问题，继续道：但是我还是无法完全相信你。为什么？因为我搞不懂你的动机。龙先生不解地看着我，你为什么要突然背叛宇航局？别告诉我是什么良心发现，觉得我被骗了可怜，想告诉我实情。当然不是，我只是想找到陈果尸体，搞清楚这一切诡异背后的真相而已。不对，宇航局想找陈果，你也想找陈果，你们目的相同，你在宇航局还能调动局里的资源和能量，根本就没必要选择背叛。听完我的话，龙先生愣住了，片刻后才又笑着道：看来之前是我小瞧你了，杨安先生，原来你也没那么好骗。说罢，他从汽车抽屉里拿出了几张 A4 纸，这是我偷偷复印的照片，原件在李老头手上，我也拿不到，凑合着看看吧。我接过 A4 纸，发现上面印着一张信纸照片，信纸上的内容简短，只有寥寥12字：找到我的躯体，然后烧毁一切。是陈果的字迹，这是在那场意外后，陈果给我们留下的唯一信息。龙先生的语气中带着失落与不满。李老头老了，老到身体机能萎缩，胆子也跟着变小，一点风吹草动就能让他怕得睡不着觉。他害怕人类内战，更害怕航空学变得无意义。宇航局解散后，自己只能回家躺着等死，于是一意孤行，拉着我们编造了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骗局。现在他又害怕计划暴露，害怕陈果和那4具尸体，害怕人类无法承受他们身后藏着的秘密。从一开始，他的目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找回陈果，然后按照信纸上的吩咐，把所有东西全都烧掉。烧掉。龙先生越说越激动，双手止不住地拍打方向盘。妈的，这可是通向新世界的钥匙，是足以颠覆人类认知的发现，他居然想烧掉。你说，杨安先生？他转过头来盯着我，双眼通红，布满血丝。我到底该不该背叛那该死的老头？最终，我选择了相信龙先生，毕竟他刚才的样子实在不像是演的。宛如一座压抑已久的火山，在长达数年的沉寂后，终于迎来了喷发的机会。原来小说和电影都是真的，那些表面看上去总是彬彬有礼的人，往往是最不好惹的。当然，除开这些主观感受，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我和龙先生都别无选择。陈果消失前留下了2个自相矛盾的讯息，一个是让宇航局烧毁一切，还有一个则是让我带着他的躯体前往指定地点。没人知道他这么做的用意，但可以肯定的是，我想复活陈果，龙先生想窥探秘密，我们俩都只能走第2条路。于是我带着他来到树林，爬到树上取回了背包。左右手对我没按时回来一事非常不满，刚从树上下来，他们便爽脆地给了我好几个耳光。我没有恼，因为我注意到龙先生在笑。看来我选择偷偷放你走，真是赌对了。说这话时，他的眼睛动也不动地盯着左手和右手。谁能想到陈果的尸体不仅模样古怪，手竟然也能动，这回要是能把所有秘密都搞清楚，我就算是死也值了。朝闻道夕死可以，我皮笑肉不笑地回道：你不该在宇航局，你该去当哲学家。那不行，我可没他们有学问。是吗？我倒是觉得你和他们一样危险。普通人若是和你们打交道，稍微不注意就会被绕进坑里去。我们一边聊着，一边启动汽车朝北方驶去。车窗外，太阳高悬头顶，烈日炙烤大地。可或许是车内空调开得太猛，我竟冷出了满身的鸡皮疙瘩。此时此刻，我终于体会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究竟是什么滋味。或许正应了那句古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此后我俩的行程竟出乎意料的顺利，无论是门组织还是宇航局都没能再找到我们。前者是因为没了 GPS 定位，后者则是因为有龙先生这个叛徒在。他不愧是前高层，对于宇航局的行动习惯可谓是了如指掌。即便是最细微的风吹草动，他也能提前察觉，带着我及时躲过追踪。也正是因此，虽然第3个地点远在长白山，但我们还是一路有惊无险，提前1天抵达了目的地。令我意外的是，第2天，当我怀着紧张心情进入长白山时，却没有看到门组织的身影。不对，怎么啦？龙先生问道。什么不对？前2次，不管是三星堆还是乐山大佛，都有门组织的人在现场找我。虽然不清楚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但没理由前2次都来了，这一次却毫无动静。有可能不想来了，也有可能只知道前2次的时间和地点，甚至说不定之前都是歪打正着的。龙先生无所谓的耸了耸肩，何必想那么多？反正门组织那帮人就是群疯子。我没有答话，只是觉得蹊跷。龙先生的这番话，别人说或许有理，但偏偏他自己不行。门组织的前2次出现绝非偶然，他们知道的也绝对不会比我少。倘若龙先生真的一直在追寻真相，怎么可能会选择视而不见？更何况门组织还是和他周旋缠斗多年的老仇人。我越想越投入，脑袋转得快，脚下的步子便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渐渐的，我和龙先生不再并排，而是一前一后拉开了距离。隔在我们中间的不只有往来游客，还有忽然间变得浓郁的白色。长白山起雾了，
那雾起得极快，须臾间便遮天蔽日。等我回过神来时，四下已是朦胧一片，连脚上的鞋子都看不真切。别说此时正值夏日，就是在寒冬腊月的清晨，我也从没见过如此夸张的雾。而且雾因寒而生，但此刻我却感觉不到一丝清凉，反而是觉得湿闷无比。我加快脚步向前走去，可先前还游客遍地的长白山，现在却空无一人。我一口气走了许久，直到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也没见着一个人影。那雾始终不散，反而更加浓郁，行走其中犹如溺于大海，每次呼吸都拼尽全力，却仍是喘不上气。我开始害怕了。龙先生，你还在吗？你好，有人吗？有人在附近吗？可以帮帮我吗？无人回应，耳边只有自己的回声。我也试过用手机求救，可它不仅没有信号，电量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路狂掉，上1分钟还有80%，下1分钟便自动关机。绝望之际，身后却传来了声响。熟悉的味道。声音响起的同时，我背包中的重量也急剧增加。没反应过来的我向后仰去，跌坐在地。卑微蝼蚁，数千年过去，竟愈发无用了。听见这句话时，我明显能感觉到有东西从背包里钻了出来。我回头望去，竟看到了我朝思暮想之人。复活后的陈果正一丝不挂地站在我的面前。他不知在何时找回了躯干和双腿，他们和左右手一样，每一寸肌肤都透露着庄严与神圣，如诗句般梦幻，如画像般绚烂，又如雕塑般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却又比这些艺术家们千年来的智慧结晶更加立体生动完美。它就是美的本身。他缓步向我走来，四肢不再拥有自己的意识，而是和谐地听命于躯干上那颗美丽的头颅。那头颅的五官明明仍是陈果，却又陌生到让我想要跪拜。见我如见神，不跪不拜，成何体统？犬离其主，重逢上之摇尾吠叫，可你们竟连礼数都已忘尽，可悲可叹。当他说完这句话时，周遭的浓雾竟突然散开，犹如古时遇见君王出行的百姓，恭敬地伏在路边，让出大道。陈果，我咽了口唾沫，鼓起勇气问道：“真的是你吗？”他并没有答话，而是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我正想追问，可他却突然伸出手，死死掐住我的脖子。你身上为什么会有他们的味道？他们是谁？我艰难开口，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方是天师驱魔人，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他们都有着不同的名字，但唯一不变的是，他们肮脏恶心，像虫子一般杀之不尽。明明只是一群凡人，却屡次坏我好事。陈果咬着牙，眼里怒火肆虐。我能看见你身上有他们的因果，这让我很不开心。他的手愈发用力，我感觉自己的喉咙都快被掐断了。但真正让我害怕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他的眼睛。那双眼睛明明没有什么可怕之处，可当我与之对视时，却觉得头痛欲裂，像是一只手自眼眶中深入我的大脑，将我脑中一切毫不留情地掏空。于我而言，这种痛苦已然超越了死亡本身。好在整个过程并没有持续太久，片刻后，他放开了我，也不再与我对视。算了，看在你并非有意的份上，暂且饶你一条性命。他走到一块巨石旁坐下，动作并不端庄，却散发出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你应该感谢你的妻子陈果，她是一名虔诚的信徒，否则以你愚钝的资质，这辈子都不配为神师奉。从现在开始，我说的每一个字，你都必须认真记清楚。长白山的生灵最为忠心，只是他们能力有限，在我拿回所有躯干前，只能依靠这物让我短暂存在。你的任务还没有结束。我看过你的记忆，陈果的话被分成了2部分，烧掉一切指的并不是他和那些失败者的躯体，而是最后的静止。开始的地方亦是结束的地方，回到起点，那里埋藏着最后的身躯。你的妻子陈果是被神选中的人，她通过层层磨难，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与虔诚。如今你既已受此殊荣，便不要让她失望，更不要让神失望。女人的话让我头晕脑胀，此刻我再也分不清她到底是陈果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我不明白，你到底是谁？你说的神又指的是什么？女人双指向上一挑，一股无形的力量钳住我的下巴，让我不得不抬头。杨安，从现在起，你将不再无知。头顶的天空仍然被雾气遮蔽，只是它们不再是一团无法辨认的白色，而是不断聚合离散，拼接成栩栩如生的图形。我看到了古往今来的所有神灵，从东方的盘古到西方的耶和华，他们高悬于空中，无数道毛骨悚然的目光一齐射向了我。我拼了命想低头，却动弹不得，只能痛苦地张大嘴巴，发出绝望的哀嚎。那些目光似是能灼烧人的灵魂，除了臣服，我竟想不到任何缓解的办法。更令我绝望的是，他们不像是突然出现，而像是从亘古以前就一直存在，高悬于天，俯瞰世人。我看过你的记忆，有人一直在利用你。虽然那人隐藏得很好，但我毕竟是先知，能用神的眼睛看到因果。杨安，宇航局只是一帮蠢蛋，不足为惧，但是面对门组织那帮狡猾的臭虫，你一定要……女人的话断在这里，耳边转而响起龙先生的声音：“小心啊！”我猛然回过神来，才发现迷雾已经消退，而我正站在悬崖边上。我四下张望，却再也没发现女人的踪影。
他和那场大雾一样，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没有留下一丁点痕迹，就像是一场梦境。长白山之行后，我们顺利唤醒了左脚和右脚，和先前2只手一样，他们都有一个玄之又玄的名字，道和仙。至此，4肢已齐，止于躯干。太好了，杨安现在就只剩最后一个地方了。龙先生异常激动，每天都催着我继续前行。倘若我刻意耽搁，他甚至会急得咳出血来。可惜陈果留给我的纸条上没有最后的坐标，只能先找找看了。对此，我没有说实话，而是一拖再拖。在4肢具备后，陈果愈发展现出高度的同一性，各个部位不再各自为政，而是像一个完整的人一般思考以及行动。我总觉得他和那场大雾中的女人越来越像了。可是那场大雾不应该是我的梦境吗？梦里那拥有陈果外貌的女人又究竟是谁？有何目的？那些关于神灵的画面，还有他最后没说完的叮嘱，无数问题时刻在我心间萦绕，让我难得安宁。一天夜里，我们在县城的招待所住下，或许是因为条件艰苦，我辗转反侧，迟迟未能入睡。也就在这时，我忽然听到了敲门声。谁呀？屋外没有回应，我从床上坐起，攥紧了烟灰缸。此时，陈果正在另一张床上熟睡，而龙先生绝不会对我的问题置若罔闻。到底谁呀？再不说话，我报警了。敲门声仍在继续，却始终无人回应。就在我准备掏出手机求援时，那令人心悸的敲门声却又突然停了。我长舒一口气，放下了烟灰缸。看来是有人喝醉了酒，不小心走错了房间。可正当我这样想时，门竟然开了。屋外，一名穿袈裟的光头和尚双手合十，朝我躬身行礼。我愣在原地，一时间竟忘了反抗或呼救，只是眼睁睁看着他走了进来。他走得极慢，却带起一阵狂风，凶狠地关上房门。待走到我面前后，他伸手捏住我的下巴，逼迫我和他四目相对。他那凹陷的眼眶中，只有令人心悸的浑浊眼白。你想干什么？我不敢动弹，因为我怀疑只要我胆敢反抗，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扭断我的脖子。你知不知道，他们都是真的？什么？和尚没来由的一句话，让我一头雾水。那些神话传说，那些诸天神佛。和尚没理会我的疑问，而是自顾自道，他们全都真实存在，只是和我们生活在不同空间。曾经，他们和人类的生活密不可分，诞生出了无数宗教和信仰。而如今，人类之所以看不见他们，是因为有人铸造了隔绝一切的门。我们便是那道门。说到这里，和尚突然松开了手，而我也趁他大意，冲到床边，打算唤醒陈果。和尚给我的感觉实在太过诡异，对付超自然，自然也只能使用超自然的力量。然而，当我掀开被子时，却惊讶地发现床上竟是空无一物。陈果消失了。不要害怕，杨安，我对你并无敌意。我只是想不通，首领为什么要把如此重要的责任交给你这个愚蠢无知的普通人。和尚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所以，请原谅我，我必须要亲自确认你是否能经受考验，通过测试。话音刚落，和尚的手便附在我天灵盖上。一瞬间，无边的痛苦便席卷而来，疼痛、悲伤、绝望，所有负面情绪都被放大到极致，在我身上依次炸开。我看到山顶的神灵用悬崖落石雪崩，无情地屠杀每一个妄图挑战他的凡人。我看到海底的神灵用暗流海啸礁石，暴虐地吞噬所有想要探索世界的人。我看到大地上的巨人，只是出于好玩，便将那些好不容易成长起来的繁荣国度踏入地底。我看到了那隐藏在天空之外的神灵，他们将世间一切生命都视作玩物观察戏耍，用无端的厄运折磨，残忍地欣赏凡人徒劳无功的挣扎。不可能的，我分明没有张嘴，却听见自己在说，凡人皆如蝼蚁，无法反抗，只能臣服。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正土崩瓦解，我弯下腰和膝盖，打算匍匐在和尚脚下。可就在这时，一道稚嫩的声音却令我停止了动作。爸爸。恍惚间，我似乎回到了5年前。那时候，每到周末，妍妍上完补习班后，都会缠着我，让我带她去附近的公园玩。她在那里结识了一些同龄朋友，大家都是初中生，有共同话题，一玩就是一下午。这时候，我就会找个长椅坐下，拿出手机听歌看剧，消磨时光。妍妍非常懂事，从来不需要我催她，每次一到时间，她就会悄悄来到我身边，拍醒看剧正入迷的我。爸爸，我们回家吃饭吧。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她叫我爸爸的声音。妍妍是你吗？妍妍，你在哪儿？快告诉爸爸，爸爸这就来找你。那些痛苦仍然存在，却已经变得不再重要。我挣扎着起身，四处搜寻妍妍的踪迹。不要放弃希望，爸爸，虽然你看不见我，但我一直都能看见你。妍妍，你在哪儿？你快出来见爸爸呀！爸爸好想你。或许是上天恩赐，在我说完这句话后，竟看见妍妍一步步向我走来。她来到我的面前，双手温柔地托起我的双颊。不要着急，爸爸，也不用寻找我，只要你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再看见我。妍妍的身体开始变得透明，我心急如焚，伸手想要抓住她。可就在我的手触碰到她肌肤的那一刻，她的脸却突然变成了龙先生。别愣着了，杨安，快跟我走，
龙先生的话将我拉回了现实。我四下张望，才发现不知何时，和尚已经被陈果制服。屋外打斗声此起彼伏，似乎有不少人正在火拼。发生什么了？门组织和宇航局的人都找来了龙先生，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向我解释，现在他们自己打了起来，顾不上我们，等晚点要是分出胜负了，我们就真跑不了了。招待所是平房，我们没有墨迹，当即便跳窗逃了出去。可门组织和宇航局也明显是有备而来，很快就有人在楼顶吹响了警哨。打斗声戛然而止，双方人马纷纷向我们扑来。混乱中，我们于错综复杂的小巷中穿梭，好几次都被逼入了绝境。好在他们并不团结，每次有一方好不容易将我们堵入死路，另一方便会突然杀出，与之大打出手。终于，我们逃出重围，来到了停车场。虽然我和龙先生都不小心负了伤，但好在都是有惊无险。终于逃出来了，龙先生长舒一口气。不过话说回来，真是奇怪，我们的行踪怎么突然就暴露了？回答龙先生的是一声暴喝。几名门组织成员竟提前埋伏在停车场里，此刻正拿着家伙石朝我们扑来。危急时刻，龙先生一把将我推开，挺身而出。我没有辜负他的好意，立马便跑进了车里。陈果自然也紧随其后，他向来不关心龙先生的死活，甚至说不定还盼着他早点死。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人动了手脚，我接连好几次点火失败，而当我终于成功发动汽车时，龙先生也已经解决完敌人，跟了上来。他浑身是血地站在车外，不断拍打车窗，示意我让他上车。我没有解锁，而是在窗上开了条缝。那些人呢？都解决完了。龙先生喘着粗气，杨安，快让我上车吧。停车场安全了吗？差不多吧，其他人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这里。龙先生有些疑惑道，怎么了杨安？我怎么觉得你有点不对劲？不是我不对劲，我说，而是你。龙先生，我不会再让你上车了。龙先生一脸错愕地盯着我。杨安，你开什么玩笑？我才救了你，你现在就要恩将仇报？龙先生，你记不记得你曾经问我，为什么一到晚上就要让陈果穿上黑色短袖和短裤？我并没有急着开车离开，龙先生把我当傻子一样骗了那么久，现在该轮到我报复他了。你刚才有没有发现，不管是门组织还是宇航局，那些人几乎都只追我们，而无人在意他。明明他们追我们是为了找到陈果，却又对近在眼前的结果视而不见，你不觉得奇怪吗？原因其实很简单，普通人是看不见陈果附身后的四肢的。你就因为这点事怀疑我？就因为我看得见他？当然不是，我摇了摇头，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于你撒谎。你带着我从宇航局离开时，我分明看见旁边有一扇生锈的门，那时我便觉得这锈门十分熟悉，只是一时想不起来原因，后来才反应过来，它和陈果有相同的气息。龙先生，你既然能看到陈果的四肢，就不可能看不见那扇锈门，从一开始你就已经暴露了。龙先生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他还想说什么，但我已经摇上车窗，于是他只能徒劳地拍打车身泄愤。最终我踩下油门，扬长而去。摆脱龙先生后，我带着陈果回到了那连接着宇航局内部的停车场。如今事情终于将要迎来结局，只是命运似乎不想让我太过顺利，刚下车就有一条蛇突然窜出，咬了陈果一口。这只蛇似乎在车上潜伏已久，通体碧绿，显然是有剧毒。好在它的目标不是我，而是本就无法以常理解释的陈果，后者虽然吃痛，但片刻后便无大碍。在将毒蛇愤怒地扯成两段后，陈果跟着我走进了隧道。漫长的行进后，我们再次回到了那充满谎言的直播房间。别动！令人意外的是，当我们推开大门时，迎接我们的却是黑洞洞的枪口。李老坐在沙发上，身边则是荷枪实弹的警卫。杨安，我给你2个选择。李老没有墨迹，开门见山道：第一，加入我们，从此守口如瓶；第二，死在这里，从此再不开口。好久不见啊，李老。尽管声音发抖，但我还是强压着恐惧道：我当然会选择，但在这之前，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别拖延时间了，你真以为宇航局天价的安保投入是吃素的？派去追你和那叛徒的，本来就只是几支小队而已，我一直都在这里等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一定会回来，回到隔绝人类与自由的牢门前。好了，我只给你3秒钟时间。3，李老一边数着，一边用拐杖敲击地面。2、1，最后1秒钟，我脑海深处突然响起了陈果的声音，蹲下去，捂住耳朵。我听话照做。李老见我没有回答，也下达了最后的命令，开枪。在警卫们扣动扳机的同时，我看到陈果的四肢上突然长出成千上万张布满尖牙的嘴巴，所有嘴巴一起发出了尖叫，尖叫声响彻整个房间，似是要把屋内的一切全都撕裂。下一秒，空间开始扭曲，李老警卫连同那些刚刚出膛的子弹竟全都消失不见了。他们怎么了？我难以置信地看向陈果，你对他们做了什么？放心吧，他们没死，只是被我传送到了其他地方。陈果说话时，四肢上的器官也在不断变化，时而是嘴巴，时而是眼睛鼻子。你做得很好，杨安，我能感觉到劲了，
主人们的力量正在涌入我的身体。主人？什么主人？陈果没有回答，而是径直走入了秀门。自然，我没有选择，只能快步跟上。秀门内部是一道向下的阶梯，尽头隐没在无边的黑暗中。我跟在陈果身后，小心翼翼前行。许久后，阶梯两侧才出现灯光。光亮出现后，阶梯变得更加陡峭，可终点却依旧望不见头。直到我双腿开始发软，阶梯才终于变成平地，两侧空间缩短，灯光照亮了整个通道。也就在这时，我发现通道两侧似乎是工作台，上面摆满了书籍和电脑。从智能电脑到装在成册的古老羊皮卷，这些不同时代的产物没有分类，而是杂乱地堆砌在桌上。我感到好奇，于是用心留意，发现它们虽然时代不同，但内容都相当一致，竟全是关于历史、宗教以及神学的研究。每个时代都会有人类偶然间发现埋藏的世界真相。见我好奇，陈果解答道：每当这时，他们都会孜孜不倦地刻苦研究。只可惜，有一小部分人总是企图遮蔽人类的双眼，于是这些研究数次被打断，又数次重启，所以你才会看见这些不同时代的产物全都被杂糅在一起。原来是这样，我点了点头，随后又问道：那他们都是在研究什么？自然是我的主人，陈果答道。又或者用人类的话说，神佛道仙圣，一切凌驾凡间之物，皆是他们。研究神灵？为什么？是想知道他们到底存不存在吗？当然不是，陈果笑了。杨安，能来到这里的人都和你一样，就算嘴上不说，但心里面已经相信神灵的存在。我没有说话，表示默认。杨安，他们真正想要研究的是神性。所有曾窥见过真相的人都会有一个相同的问题：神性究竟是好还是坏？陈果问完问题不久，我们终于抵达了终点。眼前是一个巨大的山洞，山洞正中矗立着数十米高的祭坛，祭坛之上则是熊熊燃烧的篝火。虽然相隔甚远，但我却能清楚地看到那火焰中闪烁着破碎的片段。冥冥中，我预感自己即将打开潘多拉的魔盒。于是，和那些人一样，我也问了同样的问题。等等，我上前拦住陈果，在上去之前，先告诉我，神性究竟是好还是坏？你错了，杨安，神性等同于真理，没有好坏，神性只有正确。语毕，陈果将我推开，缓步登上祭坛。不知为何，我突然开始恐惧。陈果看上去极为高兴，甚至开始对我释放好意。他说，我任务完成的不错，神灵将原谅我的愚昧无知，不再夺走我的性命，而是赐予我代言人的身份。他还说，虽然这并非神灵的旨意，但出于他个人对我的奖励，将告诉我有关于陈果的一切。于是，在登上祭坛顶端的那一刻，他抓住我的手，伸进烈火。我无法挣脱，只能任由火焰炙烤。好在虽然剧痛，但我的手并没有烧焦，眼前也浮现出陈果的记忆。在宇航局工作的他，一直致力于对宇宙的探索。直到有一天，科学家们一致发现，可控核聚变无法实现，人类永远也走不出太阳系。宇航局陷入绝望，人类的结局变为注定，宇宙探索从此毫无意义。也就在这时，李老出现。他年轻时是军人，精力充沛，退役后精力无处发泄，于是迷上洞穴探险。在一次探险中，他意外窥见了世界的真相。后来，他说动宇航局招揽了陈果、小赵龙先生在内的一众优秀人才，企图破解奥秘。他们以新人类计划作为幌子，实则是在研究该如何打开连通异世界的通道。最终，连同陈果在内的5名宇航员来到祭坛上点燃了篝火，却发现只有一个人能成为连接神灵的先知。为了争夺这个位置，5人开始厮杀，最终只有陈果活了下来。现在你应该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吧？陈果对神最为忠心，所以才能活下来。对于他的话，我不置可否，只是盯着火焰发呆。等下我会进入篝火，完成最后的仪式。身躯和头颅会在烈焰中重生，让我蜕变为真正的先知，迎接主人的降临。他一边说着，一边跃入篝火之中。在此之前，真正的陈果会短暂的出现。你若还有什么想说的，就好好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吧。火焰吞噬了陈果，我看着他在火焰中挣扎扭曲，他紧闭着双眼，竟陶醉在这痛苦之中。渐渐的，他的头颅和躯干也不再透明，变得和四肢一样完美无缺。也就在这时，他突然睁开眼，眼底闪过一抹痛苦。我知道真正的陈果回来了，于是我抓准时机，一把将他从火焰中拽了出来。祭坛上瞬间响起凄厉的怒吼：你干什么让他回去？我说过，你只有道别的权利。与此同时，一股强大的吸力也从火焰中爆发，试图将陈果拉回。我紧紧抱住陈果，不肯松手。在刚才的回忆中，我还看到了其他东西，其他只有和陈果心意相通的我才能看到的东西。陈果之所以能在厮杀中活下来，是因为他和另外4个人都不一样。在见到真相后，其他人都陷入了无理智的狂热中，可他却意识到，倘若真的如神灵所愿，等待人类的很可能是灭顶之灾。为了阻止这一切，也为了活下去，他只能杀掉另外4个人，却没想到自己仍无法逃避命运，还是成了先知。杨安，
真正的陈果在我怀中恢复了意识，脸上露出疲惫的笑容。太好了，你果然做到了。抓紧我，我这就带你走。没用的，陈果摇了摇头。杨安，杀了我。什么？我愣住。趁现在杀了我杨安，这是最后的机会。不，我绝不。我话还没说完，一枚子弹便贯穿了陈果的头颅。不，我回头却看见龙先生和尚以及众多门组织成员正站在我身后。你是你，我悲愤到说不清话。为什么的是你？杨安，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成功摆了我一道？我之所以露出破绽，其实都是故意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怀疑我。这样，当我特地引来宇航局和门组织三方相会陷入混战时，你才会抓住机会将我赶走。为什么？因为我了解李老，也了解所谓的先知，倘若我直接跟上来，一定会在刚才的传送中一并被送走，所以我先佯装被赶走，在车上藏好毒蛇，削弱先知的力量等。我没问你这个，我是问你为什么要杀他。我抱着陈果的尸体朝龙先生怒吼，因为这是陈果的意愿。龙先生话音刚落，我身后的篝火竟猛然壮大，肆虐的热浪直接将我掀翻在地。那凄厉的声音再一次响彻整个祭坛。区区蝼蚁，竟敢忤逆我！忤逆主人，我要杀了你们！火焰带着焚烧一切的愤怒，毫不留情地朝我们扑来。眼见着我就要被吞噬，危急关头，竟是龙先生挺身而出，挡在了我身前。他蹲下身，与我齐平。杨安先生，你还记得我曾跟你说过我是82年的吗？这点我没有骗你，但我不是1982年，而是1582年出生。这将近500年的时光，我每天都在和他们斗争，我实在太了解他们了，所以你放心，我不会让你们有事的。说完这话，龙先生咳出血来，他摘下项链戴到我的脖子上。我从未像此刻觉得他如此值得信赖。杨安先生，陈果小姐是一名英雄，那时她本可以自己逃走，可她却选择以身入局，为你为全人类带来希望。陈果小姐曾说，当人失去希望时，就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所以就算这次我们能阻止先知，只要找不到解决办法，她照样会卷土重来。你这些话是什么意思？眼前发生的一切再次让我大脑超载。你到底是谁？我是门组织的首领，曾经是。那现在的首领是谁？结果不是显而易见吗？现在的首领自然是你。可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交给你的项链是首领的象征和传承，戴上它，你终会想起所有。龙先生站了起来，他的咳血愈发严重，血液已染红了他的前襟。陈果小姐为人类和你带来了希望，我相信你一定能守护好她，直至死亡。说完这话，龙先生毅然转身，步入熊熊烈火之中。尾声，此后每晚我都会做梦。连续1年后，我终于从每晚的梦境中知晓了全部。人类诞生之初，世界上其实是有神灵的，他们是来自更高维度的生物，人类在他们面前渺小的就像蚂蚁。于是他们创造了太阳系，将人类圈养其中，肆意玩弄。追随他们的被称作祭祀先知，不敬他们的则在神罚中痛苦的死去。直到有一天，有人不堪受辱，带领一部分人奋起反抗，趁着神灵们大意时，关闭了连接2个不同维度空间的通道。这些人便是最早的门组织。门组织顾名思义，就是为了保护人类，阻挡在神灵前的一道门。往后漫长的岁月中，门组织便一直在和神灵的追随者们争斗，一方想要关上门，一方却想打开，迎接自己的主人。追随者们各有神通，但门组织的初代首领也并非泛泛之辈，竟是从神灵身上偷来了许多奇珍异宝。龙先生给我的项链便是其中之一，不仅能传承记忆，还能用特殊技术让人永葆青春。遗憾的是，它并不能让人永生，而且到了后期，携带者会受到肉体以及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所以每一任首领都是经过层层考验的人类英雄。历史上，门组织一直压制着追随者，直到人类步入现代化，科技突飞猛进，眼光也不再只拘泥于地球。人类开始渴望未知，想进一步探索整个宇宙。然而，神灵们早就用太阳系锁死了人类，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无法逃离此方牢笼。科学的尽头是玄学，绝望的科学家们将目光移到了科学之外。很快，有人注意到，太阳系并非滴水不漏，相反，它一直存在着通道，只是这通道被人为堵死罢了。尽管知道这之后隐藏的风险，但为了自由，为了逃离太阳系，在追随者们的蛊惑下，有人决定铤而走险。毕竟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做一辈子的囚犯。在双方联手下，门组织眼见就要失败，人类将再次直面那些恐怖的高维生物，直到陈果出现。祭坛前的火焰能无限放大人的情感，直到此人再难自制，彻底向高维生物臣服。可或许是因为女儿的死亡，陈果早已没有多余的情感，因此那日他是5名宇航员中唯一保持理智的人。通过火焰，他们看到了高维世界的面貌，其余4人欣喜若狂，可陈果却一直在搜寻自己想要的东西。制造太阳系依靠的是高维技术，倘若人类能掌握此项技术，自然就能在前往宇宙的同时绕开他们。当然，窥见高维的好处不止于此。陈果很快就发现，在高维眼中，
低维的我们就像生活在画卷之中，未来并非不可逆转，过去也并非不可更改。于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脑中诞生。他故意向追随者们申请，想用最残忍的方式打通通道，那就是献祭自我，成为先知。因为门的存在，高维生物看不见它，只能依靠模糊的感知，所以他们只是觉得陈果虔诚，却压根没想到他是在传递信息。每一次献祭的时间和地点，其实都是公式的一部分，是制造太阳系的一小块瓦砾。再然后，他联系了大限将至的首领龙先生，两人齐心协力，顺利完成了所有计划。只是我想不通，为什么要选我作为下一任首领？如今我失去所有亲人，只想快点找到下一任人选，然后离开这个世界。教授，所以公式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学生的话让我回到了现实。那场大火后，我成了唯一知晓公式的人，于是此后我一直辗转于各大高校，向教授和学生传授这一公式。眼前的女生名叫黄彤，是我这段时间最喜欢的学生，聪明勤奋好学，最重要的是眉眼和杨妍妍极为相似。我时常在心中问自己，如果女儿没死的话，她是也这么大了吧？妍妍，原来你在这里！忽然，一个女生冲了进来，抓住黄彤的手。你们学校太大了，害我好找。同学，你刚才叫她什么？我看着突然闯入的女生，惊愕道。那女生似是有些不好意思回答，到最后是黄彤开朗一笑。老师，她叫的是我以前的名字。我初中的时候被亲生父母抛弃，后来养父母给我取了新名字，但一些发小还是会习惯叫我以前的名字。那我颤抖着问道，你以前的名字叫什么？恍惚间，我似乎听到陈果在我耳边说：“杨安，这就是我为你留下的希望。”杨妍妍，他说